下南洋，到了海外，這批潮汕人基本上都是文盲比較多，他們為了生存就要講情講義，你要找到一些同鄉朋友來支持，因為他們這個情義才能夠維持他們的生存的條件，是環境逼出來的。可以說越檢了3個國家的華人投奔入海，到了東南亞各國，也是中國人一個移民潮裡面的一個高峰，所以落地生根是海外華人的一個主流。情往說本故鄉音，寄望開來是直心。你可以欺負一個潮汕人，你不能夠欺負一群潮州人，因為他們會抱團起來，他們好像一個狼群，一隻狼你可以鬥贏它，一群狼你就鬥不贏了。最近不是那个《阿媽的情書》這部電影火到海外來了。上周我去拜訪過潮州會館，在洛杉磯 downtown 的這個 Chinatown 那裡。對，我就對這個話題非常感興趣。趁着這個熱度，我就想採訪一下我們的劉理事，關於一些潮汕人的話題。OK， 我本身就出生在越南堤岸華人區。那麼我的祖父跟我的父親呢，大概是在日本侵華之前，1930年代已經到了越南。他們那個時候大概是什麼年紀？但都是年輕的。我爸爸才11歲，知道我祖父他是經商的。我祖父的家鄉就是現在的潮州市，叫做府城。我們的家族是很大。不過後來都各自離開了。祖父跟我的父親呢，那個時代是到了越南之後啊，是非常安居樂業。那個時候越南沒有什麼戰爭之類的，還沒有。在1930年代，在南越基本上是沒有什麼戰爭。那時候還是法國統治越南的，還是法國殖民時期的。日本打中國戰爭影響我們中國人很大。1950年代之前到了明初那段時間，很多潮汕人都湧入越南去了，下南洋。到了抗日的時候，更大批撤到東南亞那邊，也很多人撤到越南那邊去。潮州人在越南歷史很長了，可以記錄的都有100多年的歷史。潮州會館的廟宇，我們這個潮州會館在越南堤岸辦的學校也有100多年的歷史。这個位置很醒目，我們特別好奇，想來看一看就這裡的一些故事。為什麼叫潮州會館呢？對，為什麼不叫商會呢？是中國傳統上叫會館，不叫商會。在1970年代或者50年代之前都叫會館。你在整個中國在海外裡面找不到商會這2個字。這個問題我曾經在中國，我問過一些潮汕會裡面的一些人，為什麼叫商會呢？為什麼不叫會館呢？因為他們說在中國呢，出到外省的那些潮汕人，他們要做生意，要互相聯繫，所以他們就成立了一個商會。那麼會館呢是比較傳統性的，這個館字呢本的就是好像咖啡廳一樣，好像喝酒啊、喝水的一個、喝茶的一個咖啡廳。那麼古代呢，大家來這邊相會了，就叫做會館。1975年之後，從柬埔寨、寮國、越南3個國家湧進了一大批這個潮汕人，人口非常的多。湧進來的這批潮汕人啊，他就到了 Chinatown， 因為這裡是一個 Chinatown， 到了這個 Chinatown 就謀生做生意。Chinatown 很多潮汕人呢，潮州話還是可以流通的。潮州會館呢，它也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呢，就是在這個 Chinatown 開始建立。不過開始的時候不是這裡的會址，開始都在別的地方，是小規模的，然後慢慢擴到這個就已經固定了。古代來說，海外呢都是叫潮州，不叫潮汕；國內呢叫潮汕，不叫潮州。問題在哪裡？因為潮州是一個舊的名稱，它是以前潮州府廣九縣，它是潮州是代表了這個潮汕的文化跟語言，它有1、2千年的歷史。是汕頭它有100多年的歷史而已，200年前沒有汕頭的。
汕頭是新興的城市，因為後來在行政方面呢，他又瓜分這個潮州的精神，它就變成潮汕。好，明白。4個市呢就縮成3個市，在傳統上呢，潮汕是4個市。還有你看這些日鈔美珈啊，都是從中國大陸運過來的。問題在這裡，海外沒有這些技術的人員。你看這些呢，都是中國南方的技術，不是北方。我們潮州那邊呢是那個文化非常悠久，所以它的技術都是古的藝術。你看到台灣去也一樣，因為他們都潮汕、福建那邊過去，台灣的那個廟宇啊也是弄得很漂亮。跟北方不一樣，北方沒有這些事。在50年代開始，越南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當時越南北方的越共他們抗法運動。1954年在北越的奠邊府戰役之後，法國了，他就從越南全部撤走了。當時越南就分成南北，分成南方跟北方。北方的華人全部都是逃向南方，華人多的還是南方，北方很少。為什麼？因為南方可能生活比較容易，而且是在法國統治之下，對我們這些華人非常的寬鬆，經營或者是生活各方面都比較寬鬆，所以很多華人都湧入越南的南方。你們進去也很寬鬆嗎？很寬鬆，當時沒有簽證的，沒有海關這些東西，沒有海關的，對，跟法國統治越南有關係。因為當時法國他要想利用華人來在越南裡面做一個中間階層的一個緩衝地帶，所以我們華人在做生意方面、經濟方面佔了很大的優勢，這個是對法國人的統治方面很方便的。而且法國人統治印支三邦，包括柬埔寨跟老撾，就是寮國，跟越南，當時是法國統治這個區，他對華人的統治方法很聰明，也是很有效果。他把華人分成5邦。怎麼分成5邦呢？潮州邦就是潮汕、潮州、福建邦、客家邦、海南邦，還有一個廣府邦，就是廣東人的廣府邦。這個5邦裡面呢，他就選出一些比較有名望、有影響力的人作為叫做邦長，因為這個邦長他就會對自己的族群都會有影響力。不過他這些邦長跟法國的關係很好，這個是法國人統治越南對華人的分而治之的方法非常的聰明。了解中國人的文化歷史都知道，中國人在大體上他是團結，在內部裡面他各自排斥。舉個例子，比如說潮州人跟福建人跟客家人、海南彼此之間都會有競爭跟互相排斥，所以沒有辦法團結。法國人把你分開統治起來很有效果，避免了你們在裡面的互相分裂，那又可以把每一個華人的族群管得很好。法國人的很聰明的，但是當地的本地人越南人怎麼看待這個問題？所以越南人他們有不滿，不過當時越南人是被法國人壓制，基本上沒有什麼這個大的事情發生。不過隨着越南一些政治人物的活動，其實在抗日的時候，好像越南有一批比較左傾的，比較民族主義派的，他們在蘇聯、中國大陸支持之下，就成為一個抗法的力量。1954年法國撤走之後，就變成了越南呢分成南北，變成南北越的戰爭。戰爭越激烈的時候，對我們的華人就起了很大的影響。所以我們有受過華文的教育，所以我們的中文是比較好，講得很好。就是而且我們語言也比較多，廣東話了、越南話了、潮州話我們都會說啊。這個是海外華人的一個特徵。那你又什麼時候又來到了美國呢？因為我們是偷渡來的，像我父母那一代是坐紅頭船到越南的，我們是坐小木船逃離越南的。1983年我有去過了這個，在比利時，他們當時有收容難民，我到了比利時住了5年，然後再過來美國。那麼現在我們整個家庭都是在美國了。你在美國是做什麼工作啊？因為以前呢，我是賣這個禮品店。因為我的祖籍呢，他是鳳西，我祖母的家鄉他們就做陶瓷的，所以我的親戚他們做陶瓷，所以我就做了這個禮品店啊。那麼做這禮品，那麼現在退休了，就是參加這個潮州會館
做義務了，這樣是。可以問一下，會長你多少歲啊？今年？我今年74歲了。哦，你呢？我也是73了。哇，我們都也是來美國40年左右了。40年了。我們這個潮汕人在越南人口也很多，他們多數分布在越南南部那些鄉下窮鄉僻散都有潮汕人，他們在越南的華人裡面經濟能力非常強。潮汕人在越南的一些鄉下的那邊比城市的還強勢，因為很多經濟的，好像米了，還有一些做貿易了、食品什麼都是大宗商品，可能渠道在潮汕人手中。潮汕初代的潮汕人下南洋的時候，他們的文化水平怎麼樣？講到文化水平，我可以說，民國初到了1950年代之前那一段時間，那些潮汕人到越南去，基本上文化知識水準不高，他們都是勞動階級，因為他們在國內種田的農村人，當時是為了饑荒、戰亂各種原因才離開故鄉的，所以他們這批人文化知識水準不高，所以他們很多都是文盲，很多有錢的人，那些大老闆都是文盲。有錢的人他也是，他們我告訴你，在越南有一些有錢的了，他們是簽名，他不是簽名，他是蓋印的，因為他簽不了名。那個電影裡不是說要寫僑批嗎？那些僑批都是就是叫人家代寫的嘛，好像有一些寫信先生啦，你不會寫信，你可以找那些寫信先生寫那些信回老家。你看僑批裡面的文字都寫得很漂亮，這個不是當事人寫的，這個是有代筆的。對，你們父輩出來之後，跟這個潮汕老家還有聯繫嗎？就是會寫這些因為聯繫呢，在1949年中國解放之後，好像潮汕地區跟越南整個東南亞的華人就基本上沒有什麼密切聯繫，沒來沒往。寫這些信都沒有回信。寫信有，透過香港的終點站，慢慢都寫信都會有，基本上沒有人的來去已經沒有了，不方便回去了。不，在1949年之前還是有來有往，1949年中斷了。像我這種在那個50年代生長的，對潮汕是一片模糊，只是在歷史上能夠聽到，實際上我們不了解。你的父輩會跟您說一些這些有，好像我們的父輩，比如說我的母親啊，我的父親啊，他們都會跟我說，我們這頭頭市的人嘛，當時廣濟橋還沒有重建，原來的廣濟橋，我們都有聽我們的父母說，因為我父母很小的時候在潮汕生活過，也是在那邊受了一點教育。到了我們這一代之後，就隨着越南的情勢的變化，我們這些華人也變化，潮汕人也變化。我們在越南做小孩子的時候，看到很多老一輩的潮汕人，他們都是做苦力的，好像扛米啦，做勞動階級都很辛苦的。我這一代的潮汕人的朋友的父母那一代，他們都很辛苦。不過因為他們是文盲，所以他很注重在越南成長的兒女的教育，所以我們像我們這一代，基本上都有受教育。跟我們的父母那一代是不相同了，他們吃過苦過來。對了，他們就注重了下一代的教育。在1975年之前，越南的華人社會，我們教育非常的發達，華文也非常的好。所以你看，我們出生在越南，我的普通話沒有問題，我們的中文沒有問題。這個是因為我們是在那個時代受的教育。那個時代的越南還是相對於比較開放，你們辦學校或者怎麼樣都沒有什麼限制。因為他基本上沒有排華，因為當時南越一些政治人物，他們的認為是這些華人都經商的，都是資本階級，沒有理由去打壓你，去打壓自己的。不過有一些政治人物，好像他有排華。這個是風潮的，比如說他們有政治的需要，他有時候就排下華，好像我們讀中文的，有時候他排華來學校檢查你也沒有讀中文，我們都把中文的課本坐在屁股下。他也只是走個形式，走個形式，也有間斷的排華，不過他沒有很徹底的排華。因為什麼我們在越南會說幾種中國的語言？因為最重要是環境，因為我們生長的環境啊，是有潮州人，也有廣府人、廣州人。好像我住的那條街，整條街只有一家越南人，全部都是華人的，好像是在中國的社會裡面
成長的，所以比如廣府話我們也會說得很流利。我也是在學校學的。那是公立學校還是自己辦的學校？可以說整個東南亞都一樣，都是由每一個族群的會館組織的。潮州會館它就有創辦了很多潮州人的學校，但是分布在不同地區。不過它不是說只收潮州人學生，不，你什麼人他都收。要收錢嗎？要收錢，收學費。不過他也給你免費。家境不好了，好像貧窮了，你可以到潮州會館申請免費跟辦費的優待。不管你的成績好不好，你的家庭貧窮了，好像供不起學費了，你可以到潮州會館裡面去申請，他基本上他都批給你。就為什麼會建這樣的寺廟？是誰去建的？因為最重要是上一兩任的那個會長叫做歐嘉玲，負責來重建這個會館。以前這個會館是平房的，這個地是屬於潮州會館。以前這個地是萬通銀行。那你看這個當時呢，在奠基啊買了這個地，要重建的時候，當時在奠基還沒有建立起來呀。這些圖片都說得很清楚。2013年。2013年。這篇呢也是我拍攝的，也是我寫的。你說你見證了整個這10多年的，因為他這個會館的建設過程，有看到他們的一步一步的建立起來。潮汕人是很團結的，做什麼事他們的力量都很大。因為當時已經那個房子它破破爛爛了，修整都不如重建，籌款的話沒有問題的。所以當時這個建築花了多少錢建起來的？大概不超過200萬美金。這些錢都是誰給的呢？都是鄉親啊，鄉親捐款，有個籌款的一個表格。潮州會館重建嘅6間嘅廟標哈。你看我們這個有一首詩說得很好啊，你看秦王說本故鄉音，繼往開來是直心，天下着人起風華。紅基穩固健康心，因為詩詞它裡面有押韻，有韻律的啊，對，是。普通話也一樣，你看了，秦元說本故鄉音，繼往開來係一心，天下潮人齊奮發，紅基穩固重康心。潮汕人的話，主要是還是信佛嘛，是嗎？是三教了，就是儒釋道了。中國人基本上這三教合一，儒家、儒道，是就是佛教，還有這個道教。今天這個我們寺廟主要是拜的是關公。關公本來是屬於道教的，不過他現在變成佛教的。不過我覺得他還是屬於道教比較正確一點。寺廟呢，在海外華人來說很重要，因為啊，你到東南亞去，你去到那個偏僻的地方，都會看到廟宇。是，為什麼要建廟宇呢？這個是團結的力量，因為有了廟宇，初一15或者初二16，過年過節來朝拜的話，就變成一個公共的場所，互相交流的場所。然後有廟宇，它就有香火，有香火它就有錢，它就有香油，有錢的話，它就可以辦很多公眾的事。我們在美國這個廟宇啊，它的功能就比較弱了，在東南亞那個廟宇的功能很大很強，很多是，也是團結了當地的華人的一個力量。潮州會館這些錢從哪裡來呢？第一，它是從這個會館本身的財產，因為當時這個會館它累積了很多年，它有資產買地產的收入，是一個經濟，這個是經濟來源。第二，就有很多有錢的人捐款的。在越南呢，這有錢人捐的錢是有時候他們都不出名的，不寫名字了，所以他們捐很多錢給潮州會館去運作。潮州會館也好，福建會館也好，海南會館也好，他們基本上都辦教育、辦醫院，還有救濟一些貧窮的人，還有那些義祠，就是墳地，人死了就有一個墳地，那些會館啊，他們都會做的，做得很好。不過很可惜，1975年之後全部沒收國有，變成所有的華人財產都一夜之間就變成空。他是南越政府不北越打過來之後統一之後，所以我們華人是一個犧牲品。因為越南分南北越，北越他統治了南越之後呢，那麼柬埔寨他們紅色高棉起來這個改造，那麼就形成了很多難民。
很多要離開當地的難民，因為我們華人呢，就好像候鳥一樣，哪一個地方好的，他就飛到那個地方去。好像我們這一代當時剛好是年輕人，我們碰到這樣的情形，很多人偷渡投奔怒海。在1975年到1985年10多年之中，南海都是飄着投奔怒海的難民船，開始了我們就偷渡到泰國了、馬來西亞鄰近的國家，由聯合國來安置我們進入難民營，由西方各國來收容這些難民。那個時候大規模的是大規模，可以說越檢了3個國家的華人投奔入海。到了東南亞各國，也是中國人一個移民潮裡面的一個高峰。那我很好奇，那個時候沒有人想要回中國嗎？有，在越南北方，在邊境的華人人口非常少，非常少。他們基本上就是邊界的邊民，可能是類似於邊民，對，類似於也有一些少數民族。他們當時中國大陸跟越共不好的，他們一大批也逃回陸路比較方便，但越過邊界就回到大陸。他們那批人後來他們都千方百計透過再偷渡出來。基本上也來到了西方國家。他去了大陸一趟，他還是想出來。對，他還是想出来。大部分都已經出來了。我們這一代人就這樣的來到了美國，來到了澳洲了。那個時候你們可以選國家，還是哪個國家給名額去挑你們？還是這個事要看命運了。你在難民裡面，你可以申請去哪裡？比如說你申請去美國代表團，要不要取錄你？你不能夠控制。OK。不過基本上美國最後還是收垃圾的，全部都收完的了。美國這個國家收容一個越檢的難民，根據我估計大概有200多萬人，但包括越南人、包括柬埔寨人、包括華人，大概有200多萬人。對，我知道洛杉磯是有一個越南的這個社區叫 Westminster， 就是小西貢嘛。那邊是不是也有很多像您這樣的越南的華人也住在那邊？也在東南亞各國都一樣。華人跟當地的人都已經有混合，歷史的演變，民族的不同的演變。阿瑪的情書，鄭木生到泰國，如果他不死在那邊，也會跟當地人混合的。回頭來講了，我們潮汕人最後一波東南亞的就移民到了歐美，在1975年，在歐洲、在美國、在澳洲，基本上沒有潮州人，也沒有潮汕人。1975年之後呢，大批潮汕人湧進了這個西方國家。在美國的潮汕人啊，最基本都有20-30萬人。你看，在每一個地方都有潮州會館，在美國的潮州會館有10多個。那基本上大城市，每個大城市都會有一個。中國傳統上這個組織已經在民間已經存在，所以他們就流傳到海外，海外的潮州人就聚合起來，成了一個潮州會，不叫潮汕。200年前汕頭還沒有這個城市，不過潮州這個名稱是2000多年的歷史。因為當時為什麼叫潮州？因為當時潮州縣府就是在潮州市，他們叫做潮州府，就管了說潮語的範圍很大，就變成叫做潮州。200年前都沒有汕頭了，怎麼會有潮汕這個名稱？這個名稱是最近的，在幾十年來才有。因為為什麼會變成潮汕？這個又牽涉到中國在地理上的行政的劃分的問題了。所以我們在海外的潮汕人還是習慣性稱為潮州人。潮州人的意思就是，你說潮語的都是屬於潮州人。加給人，加給人，因為潮州語言裡面有一句話最有力量，叫做加給人，就自己人的意思。講回來，到了越南，到了海外，這批潮汕人，他們基本上都是文盲比較多，半文盲的比較多，所以他們一上岸，他們為了生存，他們就要講情講義。所以阿瑪的情書裡面為什麼注重情義？情義從哪裡來？從你的生活需要而來。因為你要巴結一些人，你要找到一些同鄉朋友來支持，就是要有情要有義。如果你沒情沒義，你人際關係方面就沒有辦法團結起來，就沒辦法在當地生存了。對，很困難，就沒有辦法生存。對，你看在東南亞老一輩，他們很講這個情義，因為他們這個情義才能夠維持他們的生存的條件。所以阿瑪的情書裡面所說的情義，他沒有交代清楚。為什麼會有情義？情義是環境逼出來的，並不是說你天生有情義的。
領條。這個柱子其實很特別，剛剛會長也跟我介紹了一下。OK， 來，這個柱子呢是明月記事林，全部都是從國內運過來。這個是殷漢風客家，這個頂。您就捐款的這個還有500這邊呢錯給人客家。所以相當於這是團體組織捐贈的，有一些是團體了，有一些是個人的。因為潮州會館呢是等於百鳥朝鳳，潮州會館就是所有潮州人的團體的那個鳳凰，所以他們是百鳥，他們都有朝鳳。這些全部都是從國內運過來的。跟我們介紹一下有什麼，就是我們這個寺廟有什麼特別？有一個很特殊，就是有這些燈。這些燈就是人家捐款的，這個叫做光明燈。人生裡面全程都有一盞光明燈來照亮，就變成你一路平安、一路順利的意思。那麼這些燈呢，我們是每一個人他都有認捐，比如說一盞燈多少錢，這個就是屬於籌款的一個形式。是當年建出來就捐的燈，還是每一年都有新的燈？每一年新的燈，這個也是會館籌款的一個方式。100多塊也有，200多塊也有，幾百塊都有。不同的燈有不同的價錢。我們今天主位拜的關公還有什麼？潮汕人比較供奉關公呢，因為關公他的精神是忠義2字，忠義有情有義，不是情，它是義。義，忠義跟情義都不一樣啊。你要了解中國文字。忠義就是忠心跟有這個義氣。什麼叫義？就是很簡單，應該跟不應該，應該做的事就是義，不應該做的事就是不義。它的定義就是這樣。光平光平六個那個在那個交槍啊，怎麼樣？我都忘記他們這兩個，他們兩個是他們的義子了啊。拜這個寺廟不是迷信，很多人以為是迷信，是錯。這個是一種風俗，是一種傳統。有這些傳統，有這些風俗，你這個民族，你這個族群才有一個中心。如果沒有這些的話，你這個族群沒有了中心的精神。從越南過來美國的，我們就有分成很多種，有一些能夠讀書的。他們讀的書，他們就進入一些科技界的機構去做；有一些讀不了書，他們就做小生意了。在洛杉磯來做潮州人生意的能力很強。一個食品貿易公司的朋友說，他說在洛杉磯那個食品貿易公司75%都是潮汕人在做。在早期的時候，在洛杉磯超市 market 也是潮汕人做多。那麼現在還有 donut store 甜餅店也是潮汕人。那個 liquor store 有一些行業都是那些潮汕人在運作，還是像潮汕人以前那樣抱团取暖。对，可能我有渠道，我再来分享一下。对，他們有抱團，有互相支持一樣。在海外我的觀察，很多華人裡面潮汕人比較團結。你可以欺負一個潮汕人，你不能夠欺負一群潮州人，因為他們會抱團起來。他們好像一個狼群，一隻狼你可以鬥贏它，一群狼你就鬥不贏了。所以好像你跟潮汕人個人問題沒有問題，不要搞到有族群的問題。這個就是潮汕人跟所有其他的海外的華人有一點不相同，可能潮汕人裡面因為他有蒙古人的血統，因為潮汕人比較有草莽的精神。看潮州人或者潮汕人的歷史，大家都知道他是來自河洛地區，這支漢族的族群，因為經過蒙古人的打，經過滿洲人的打，經過日本人的打，他一直在跑。在宋亡的時候，宋朝整個權貴、整個文化界、知識界精英分子都撤退，撤到潮汕，所以潮汕地區保持很多宋朝的文化，維持到宋朝時代的漢族的風俗習慣。根據我研究，潮汕地區有3個民族組成的，裡面最大的族群就是漢族，從這個中原那邊、福建，經過各個途徑來到潮汕，這逃難也是屬於逃難的。第二是當地的土著，就是畲族，畲族在古代就是百越民族之一支，在潮汕跟福建
沿海一直到浙江那邊都有一批畲族。在潮州市附近有一座鳳凰山，因為我有曾經去鳳凰山，去過那邊，我就覺得奇怪，為什麼那些人又定居在那個山上？原來山上的居民的祖先都是被蒙古人趕上山，避難久了就變成在那邊定居。這個鳳凰山上面也有畲族，它的祖典也是在鳳凰上面。除了這個畲族之外，還有蒙古。為什麼有蒙古族？因為當時蒙古人在追殺宋朝，有一批蒙古兵追到潮汕地區之後停下來，回不了了，變成那些蒙古人，他就留下了後代。因為我在美國，我碰到一個潮汕的老人家，他是姓袁的，元朝的元。我就問他，我說你為什麼姓袁？跟元朝有沒有關係？他說有，他說他的祖先就是蒙古人，證明了姓袁的可能就是蒙古人。蒙古人追杀宋朝到了潮汕，當時宋朝有很多人都乘着大船從海上逃到南方來。逃到南方來的時候，蒙古人不給他上岸，說他們那些大船都漂流在海上，久了之後就變成海盜。所以潮州人做海盜是歷史很長了。也做海盜，因為他為了生存，他上不了岸，所以他們就漂流在海上。有一些他就漂得很遠去，漂到泰国，漂到印尼，漂到各方面去了。所以我們研究潮州人移民到海外，最遠可以追溯到這個宋朝末年的時候，明末清初反清復明這個運動，也有一批人跑到東南亞去。好像現在在我們越南南部地方還保留着明朝當時的人的後代，他們叫做明鄉人。那個鄉是家鄉的鄉，以前是香火的香，兩個字都是同音。這批人流落在越南南部，他要保持着宋朝的香火，所以叫做明鄉人。到了後來，在這個鄉呢，就改成了家鄉的鄉，因為明朝是他們原來的故鄉。這一批人他還是有漢裝，我們看古裝片，是男人的把頭髮打一個結在頭上，或者打一個結在後面。在中國大陸你看不到了，你到越南去也有這批人在，這批人就是明朝的，就是漢人的裝束。不過他們這些明朝人，他現在已經全部越化了，他們都不會中文了。不過他們知道他們的祖先，你看他的姓氏就知道，姓楊啦，姓陳啦，姓劉啦，姓林啦，這些你一聽他的姓氏，你就知道他是華人的後裔。最後一大批的是1950年代之前，就是抗日時期，很多人在家鄉裡面真的是戰亂跟飢餓，一大批湧入了東南亞。好像在《阿瑪情書》裡面，他說鄭木生在1948年逃到泰國去，為什麼？因為當時國民黨在中國大陸撤退的時候，撤到潮汕地區，將軍叫做胡璉，胡璉在那邊他就大抓壯丁，充軍，對。他就抓了，在潮汕地區抓了很多年輕人的就當兵，所以有一些年輕人就好像鄭木生，他為了被抓丁，他跑到泰國去。還有很多現在在台灣的老一代的潮汕人，也是在那個時代被胡璉抓兵撤到台灣去，這個都是歷史。不過阿瑪的情書，因為它是一套電影，他沒有辦法解釋的那麼清楚，所以我們現在潮汕人基本上撤到東南亞之後，1975年又大批湧進了歐美，所以現在在越南柬埔寨的潮汕人的人口少了很多，有50%。50%還是留在原來的這些居住的地方。對，因為我們當時1975年離開越南，這批華人整個家族遷移了。潮州人這一系撤走的路線很簡單，從宋朝末年撤到潮汕地區，在潮汕地區經過戰亂什麼，又撤到東南亞。在東南亞，在1975年，越南、柬埔寨跟寮國這3個國家的潮州人就又再撤到歐美。在美國、歐洲、在澳洲，所以變成潮汕人從河洛經過潮汕，經過東南亞來到歐美這些國家。我在估計1000年的歷史，因為遷徙之後，他們很多都沒有回頭，很多人他們思鄉，可是他們回不了。他到了東南亞，他成家立業，有兒有女有孫了。他就根據他的子孫住在那邊了，他不會再回鄉了。真正的回鄉的人非常少，所以落地生根是海外華人的一個主流。
落葉歸根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是因为什麼？你的下一代已經在外面長大了，下一代沒有辦法回頭的，回頭去也沒有用。你回到老家，老家的人也不接納你，他會排斥你。這個是人的常情，並不是說你是潮汕人，你回到潮汕他們就歡迎你，不是。我們講得很現實，沒有錢他不會去歡迎你。你帶錢過來投資，他就真的歡迎你。對，到今天也一樣。不要說是潮汕，海外的所有的華人也好，你回到海南島也好，回到福建，回到廣東也好，你帶錢去，他們當地的人都非常歡迎你的。如果你不帶錢去，他們都排斥你。這個也是華人的悲哀。你有對這個方面有什麼思考嗎？我們的海外華人的族群認同啊，這些東西。對，你這個問得很好。對，我們本身出生在海外，也是流落在海外，所以我們常常覺得現在的人類已經融合在一起，沒有族群之分。族群之分是歷史了，是落後的。因為什麼又有族群的之分？他們是為了團結自己，對抗外敵，叫做民族主義。現在這個民族主義，你對抗來，他對抗去，永遠有戰爭。簡單說一下，現在俄羅斯去打烏克蘭，你說普京他發動的什麼種族這個民族戰爭？那麼可是烏克蘭他抵抗俄羅斯也是民族戰爭。那麼你說哪一個民族戰爭是正義的？都不是正義，他們都是為了一些野心分子的需要，犧牲的都是那些無知。所以我就覺得到了美國，我才發覺到各種民族要慢慢的融合，在融合之中要互相尊重了你的文化啦、你的語言啦、你的風俗習慣。那麼之後呢，它在很自然裡面，它就會混在一起。你身中有我，我身中有你。最重要是要民族啦、語言啦各方面要互相尊重。當時我們在越南對中國是好奇，所以我對中國方面我特別有研究。比如說語言，好像普通話怎麼樣發展出來的啦？還有我發覺到呢，中國的語言好像看起來不一樣，其實他們的根都一樣的，都是漢語的根。比如說廣東話、潮州話、客家話、海南話，還有北方的其他的漢語，跟普通話他們的根是一樣，可是他們發展出來又有變化。中國的歷史上已經把很多民族都混在一起，因為中國沒有比較現代化的指引，各個族群的語言裡面，他們就變成了互相排斥，也互相的合作，也互相的歧視。舉一個例子，比如說你潮汕人跟福建，我們說的福建多數是閩南人的，閩南人在越南、東南亞來說，他們又合作又競爭，怎麼又合作又競爭？因為福建人他們有一句說，多數的潮汕人他的祖先是從福建移民到潮汕去的，所以有一句話就是說潮州人福建族，在這樣的封建的意思下呢，他們就要佔潮州人的便宜，說我是你們的祖先。潮汕人他就不甘心了，他就不服氣了，一種很封建的意識形態。我們來看，好像閩南人他流落到潮汕之後，最後在廣東高雷啦、茂名這些都是福建人的，還有到了海南島，他們基本上也是閩南系的，台灣也是閩南系的。這個民族的演化都很複雜的。現在我們已經來到美國了，我的下一代都美國出生了，他不會回頭的，那麼只能夠他們在向前發展，我們也跟着他向前發展了。你現在都把子孫拉到潮汕去，你說汕頭有什麼發展？他的前途就停止了。那您的後代是往他們自己的方向發展，還有跟你們父輩有什麼相似的地方？因為講起來了，我們在美國的下一代啦，他跟我們父輩的已經脫節了他們的發展，因為美國它是比較，它一直日新月異的，一直在變化，一直在變化的。我們中國人就是以不變應萬變，他們那些年輕美國這個國家是以變應變，變成他們只能夠一直往前走，我們只能夠停在那邊跟着。但是上次去潮州會館，我也看了那麼多東西，你也是如數家珍，都可以給我們介紹。會怎麼去看待你的下一代？可能就跟這個原來你們堅持這麼多年，可能有100年的堅持的一些東西，可能他們就沒辦法回頭，或者是你怎麼看待這個問題？你這句話問得很好。在美國呢，有一段時間，在一個社團裡面教中文，教中文的過程裡面，我才發覺到有一個問題：我們中國文字很難學。怎麼樣難學？第一，難寫；第二呢，難發音；
第三呢，難記住他的意思。這三個難呢，促使到在美國成長的孩子，他沒有一個中文的環境，他根本學不了中文，除非在那些天才，除非他對中文特別愛好的那些人不同。尤其是呢，講中國地方語言的，比如說潮州啊、廣東或者是福建啊、客家，那些孩子去讀普通話，他們更難，因為普通話的說法跟他們說的母語呢不一樣的，所以他們沒有辦法學得好。中文其實，在海外，尤其是在美國，華人比較少的地方，很難普遍這個孩子的教育。因為不過在美國的孩子，他們還是受了美國的科技文明的影響，他們不會往後看的，他們是往前看的。但這邊的年輕人，他就拼命的往着那科技啊、美國的潮流啊去追趕，他不會回頭的。你們在中國各個地方都可以看得到，沒有看到海外的年輕人回去，全部看到的都是老頭子。這個就說明了是什麼呢？到了今天，中國呢還是吸引不了海外的年輕人，只能夠吸引到那些老頭子，念舊懷舊，還有對中國文化有一種感情，所以他們都回去中國去旅遊了。年輕人他們不會。那您會考慮回去嗎？我不會，因為什麼我不會？很簡單，我剛才說了，我們要跟着我們的子孫走。對，我們的祖先已經死完了，回到潮汕去也沒有親人了。不過有一點問題，我的祖父有一棟老房子在潮州市，100年，潮州市那個地方政府啊都解決不了。因為我們是3代人，我的父親那一代已經是討回來，不過死了，市政府也不把產權交給我們，也沒有幫我們處理好檔案。那個樓還在，祖父1921年在潮州市從越南匯款去買的那棟房子。不過我們還有一些檔案的文件，因為我祖父他們買這棟房子的各種證據啊、各種證明還維持在。不過我有一些親戚，他們在馬來西亞，他們在澳洲啊，像我們一樣，也沒有時間，也沒有這個精神回去搞這個老房子的問題。但你跟其他的這些親戚還是有一些聯繫海外的。我們的家族啊，分布世界很廣，加拿大有，香港有，馬來西亞有，越南有，澳洲有。已經隔代了，已經不是很近親，都是遠親了。不過現在在潮汕，我們還有一些親戚啊，也是遠親的，還是在到那邊去啊，就有時候去拜訪、探望一下，就是這樣。清朝起來也有一批，我們是每一個人都有證券。